它是中国远征军的精锐之师，它是中国驻印军的关键组成部分，它被誉为天下第一军，它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伫立于今朝，回望几十年前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的奋死拼搏，我们能从中感受到这些出国作战的中国军人们英勇无畏，敢于奉献，纵然是要牺牲在异国他乡，也要为了国家奋战到最后一刻。而在这支军队中，有一支部队和他的指挥官一样，更是光彩夺目。1938年，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财政部将原先的税警总团重组，孙立人因功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该部队总团长。随后奉命转移至贵州训练。在经过2年的厉兵秣马之后，这支非正规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精锐部队之一。1941年12月，税警总团重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8师，归入第66军战斗序列，孙立人升任少将师长。1942年2月，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盟军援华通道的顺畅，正式决定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共计9个师，10万余人。4月，新38师在进入缅甸后奉命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号，由于盟军高层指挥混乱，导致各部队作战无法协调，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7000余人被日军在仁安羌包围。就在这危急时刻，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下令新38师救援英军，孙立人亲率113团火速救援仁安羌，在18号凌晨便向日军发起攻势，在正午时分攻入仁安羌，与被围英军会合，不仅解救出了7000英军之围，还救出了日军俘虏的500余名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还消灭了日军一个大队。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以来取得的首场大胜利，是以孙立人仅用一个团近1000兵力击溃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令世界震惊。仁安羌战役之后，为了表彰孙立人的英勇之举，国民政府授予他4等云辉勋章，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了丰功勋章，英国王乔治6世更是授予孙立人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此种荣誉的外籍将领。1942年4月下旬，因曼德勒会战彻底破产，盟军已经处于被日军迂回包围的危险之中。面对这情况，英军继续向西撤往印度，而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对于史迪威要求他撤往印度的命令拒不接受，单方面决定率军撤退回国。新38师负责为第5军殿后。5月9号，由于滇缅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密支那已经被日军占领，杜聿明只得命令各部向西北经野人山进入云南，下令新38师继续殿后。孙立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认为野人山一带都是原始森林，不仅没有道路，人烟稀少，而且部队补给也十分困难，于是力劝杜聿明应趁日军尚未反应过来之时，集中远征军余下兵力突袭密支那，并且占领该地，经滇缅公路回国。但是苦劝无果，孙立人只得拒绝执行命令。依据史迪威和司令长官罗卓英的命令，率领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新38师在撤退途中，不仅突破了日军的层层封锁，部队装备基本没有损失，还救助了上千的难民和盟军士兵。5月底，新38师终于抵达了印度边境，随后在印度休整。1942年8月，在印度休整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奉命转移到印度兰姆加基地，正式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开始接受盟军物资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新38师和新22师，共3万余人。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向缅北开始大规模进攻，第2次缅甸战役拉开帷幕。战役一开始，全新的新38师就势不可挡，在10月到12月间接连占领了新平阳和余邦。在占领余邦之后，新38师继续连战连捷。1944年2月1号攻克太白家，3月4号与新22师攻克孟关，3月9号新38师113团与盟军联手攻占了瓦鲁班。有丛林作战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损失惨重，失魂落魄地退出了胡康河谷。根据日军相关史料记载，自九州成立后，在亚洲征战多年，鲜有败绩的第18师团根本瞧不上中国军队，
谁知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在编制和装备，还是在战术上都焕然一新，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震惊。胡康河谷被中国驻印军占领之后，继续乘胜追击。3月29号，新38师和新22师攻克坚布山天险，孟拱河谷的大门已经被打开。4月24号，按照盟军的部署，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麦继续前进。5月下旬，当新38师得知加麦城兵力不足的消息之后，即刻决定取消既定部署，主动出击。新38师112团奉命秘密渡过南高江，向位于加麦南边的西通迂回穿插，切断加麦日军的后路。113团向西进攻加麦，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号，113团与新22师在加麦成功会合，日军第18师团指挥官田中新一只得率领残部向南逃窜。6月25号，新38师114团攻克孟拱。8月3号，中美联军联合占领了密支那。至此，第二次缅北战役一期战斗以中国驻印军对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造成重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首次入缅作战失利之耻而宣告结束。史迪威称此次战役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在收复密支那之后就地进行休整，新一军被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升任为新一军中将军长，新38师和新30师纳入该军战斗序列。1944年10月，第二次缅北战役的第二期战斗拉开序幕。中国驻印军按照计划从密支那、孟拱两个方向继续向南进攻。1945年1月27号，在连续攻克了巴莫和南坎之后，新一军与滇西的中国远征军联手攻克了位于中国境内的芒牖，滇缅公路得以打通。随后，新一军继续高歌猛进，3月8号占领腊树，3月23号占领南图，在27号收复蒙岩后，中国军队乃至盟军宣告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新38师乃至后来的新一军在转战缅甸的过程中，与盟军一道抵御日军，南征北战，屡败强敌，可谓是战功累累。其所使用的战术、展露的实力得到了国内外的大力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甚至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而在1943年经过整训之后的新38师，成为了中国陆军历史上第一个，也成为了二战中国战史上唯一一个下辖3个炮兵营的精锐师。史迪威和美军参谋团都认为新38师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师。1945年7月，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回国，同年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埃森豪威尔的邀请，孙立人赴欧洲参观欧洲战场。而在中国取得二战胜利之后，孙立人率军进入广州，光荣地接受了日军第23军的投降。在此之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民革命军5大主力之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